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今天我們要來聊一場在耶魯大學發表的演說。這場演說，真的很特別。它挖出了一段將近200年來，連很多美國人自己都快忘記的歷史。一個關於自由的夢想是怎麼在剛誕生的時候就被當時的社會精英聯手被扼殺掉的。那更讓人驚訝的是，這件陳年往事竟然跟我們今天面對的，像是言論審查、知識封鎖這些問題，有着非常非常深刻的連結。好，那在我們深入這個故事之前，我想先請大家一起思考一個很根本的問題：教育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麼？是為了讓我們考上好學校、找到好工作嗎？是為了個人的財富跟地位嗎？這些當然都是。但你有沒有想過，教育會不會其實還有一個更遠大的、超越我們個人的目標，一個跟整個社會的自由是綁在一起的目標？接下來，我們讓時間倒轉，回到將近200年前的1831年。地點在美國康乃狄克州的紐哈芬市，沒錯，就是頂尖學府耶魯大學的所在地。你很難想象，就在這個充滿學術氣息的地方，一個後來足以改變美國歷史的革命性夢想正悄悄地誕生。那這個夢想是什麼呢？就是一群黑人跟白人的廢奴主義者，他們一起提出了一個在當時可以說是石破天驚的計劃。他們要在美國創立歷史上第一所黑人大學。你想想看，在那個奴隸制度還是合法的年代，這個想法有多大膽、多超前？這可不只是辦一間學校這麼簡單吶，這根本就是在挑戰當時整個社會的權力結構跟種族階級。而且你聽聽看，這完全不是嘴巴說說而已。他們的計劃非常具體，校園都選好地了，在海邊，有20英畝大。課程設計也很創新，不只有古典文學，還包含了當時最先進的農業跟機械技術。領導團隊還刻意設計成跨族裔合作，甚至連第一筆啟動資金都已經籌好了。這可以說是一個藍圖非常清楚，眼看就要實現的夢想，所有事情都已經準備就緒了。然而，這個充滿希望的夢想，卻在當地的白人精英社群裡引發了巨大的恐懼。在一場很關鍵的市政會議上，反對者就留下了這句話：他們說，這所學校的存在與現有學術機構的繁榮，甚至是生存，都無法相容。這句話講得非常文雅，但我們把它翻譯成白話文，意思就是你們的存在會威脅到我們。這裡的我們當然也就包含了耶魯大學。他們怕的不只是一間新的學校，他們怕的是既有的權力平衡會被打破。反對的聲浪可以說是來得又快又猛。當時紐哈芬市的市長，他自己就是耶魯的畢業生，他很快就動員了所有當地的白人地主跟精英，在市政廳開了一場反對會議。你可以想象那個畫面，整個城市的權力結構從上到下全部動員起來，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要徹底扼殺這個還在襁褓中的夢想。那投票的結果呢？結果真的讓人心寒，反對票700票，贊成票只有4票，700比4，這2個數字的差距，赤裸裸地宣告了這個夢想是怎麼被壓倒性地、殘酷地否決掉，一個偉大的可能性就這樣煙消雲散。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更深層的思考：當一個夢想在將近200年前被扼殺時，我們失去的到底是什麼？這不只是一個塵封的歷史事件而已，它的影響就像一顆石頭丟進水裡產生的漣漪，一直擴散到今天。演說者 Elizabeth Alexander 就邀請大家來做一個思想實驗：如果這所大學在1831年成功創立了，你想想看，這200年的歷史會有什麼不一樣？紐哈芬市會培養出多少傑出的黑人科學家、藝術家、政治家？這座城市的面貌，整個社區的活力，又會怎麼被這些人才所改變？我們失去的不只是一所大學，而是一個本來可以更公平、更豐富、更多元的平行時空。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什麼？
是這段歷史並不是什麼最近才挖出來的秘密，它其實一直都靜靜地躺在公開的法庭記錄啊、人口普查數據裡面，只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被人們集體給忽視了。這其實也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提醒，對吧？歷史從來就不是客觀中立的，它會被篩選、被詮釋。而面對那些讓我們覺得不舒服、不光彩的真相，我們的責任是去正視它、去理解它，而不是假裝它從來沒發生過。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你可能會覺得，這不是200年前的事了嗎？跟我們現在有什麼關係？這就是整場演說最厲害的地方。演說者做了一個非常犀利的連結，他把這段200年前的歷史直接對接到我們今天面臨的挑戰。他認為那場關於誰有權利學習、誰有權利接觸知識的鬥爭，從來就沒有結束過，只是戰場轉移了而已。你看哦，這個對比真的很有意思。在1831年，反對者是直接用投票否決一所大學的創立，從源頭上阻止知識的產生。那今天呢？有些人是透過把某些書從圖書館下架，或是審查學校的歷史課程來限制知識的傳播。手段變了，從以前那種直接的封鎖，變成現在比較迂迴的審查。但是那個背後對於思想自由的恐懼，本質上是完全一樣的。這裡有一個數據，我覺得蠻驚人的。根據美國圖書館協會的官方統計，在美國，那種要求圖書館下架某些書的禁書挑戰，它的數量在短短3年內，也就是從2019年到2022年，暴增了整整5倍。你想想看，5倍，這不是一個緩慢的趨勢，這是一個非常陡峭、急劇攀升的警訊。這也代表着，在美國社會，確實有一股力量正在積極的、系統性的試圖縮小公眾能夠接觸到的思想光譜。所以問題就來了，演說者在這裡直接拋出了一個最核心的問題：那些試圖禁止某些教育內容、下架某些書的人，他們到底在害怕什麼？他們害怕的是知識本身嗎？還是害怕學生擁有自由思考的能力？又或者，他們害怕的是一個能夠容納多元聲音、一個真正能夠運作的民主社會嗎？對於這個問題，美國圖書館協會的主席崔西·霍爾給出了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回答。這句話後來也成了整場演說的戰鬥口號。他說：“自由的人民，自由的閱讀。”這句話聽起來很簡單，但他深刻地講出一個核心觀念：閱讀的自由，它不只是一種消遣而已，它是公民自由的基石。因為當你開始限制人們能讀什麼書的時候，你也就開始限制了他們能成為什麼樣的人。好，所以講了這麼多歷史，也談了現在的狀況。那我們能做什麼？演說的最後就把焦點轉向了在場的每一個人，當然也包括了正在聽這段內容的我們。因為理解這些歷史教訓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把它轉化成我們可以採取的具體行動。演說者給畢業生們提供了4個非常具體的行動指南，我覺得這對我們每一個人都很有幫助。第一，持續學習，永遠不要停止閱讀，也不要停止提出尖銳的問題，要讓你的思想保持活躍。第二，照顧身心，把自己的身體跟心理健康照顧好，因為那是你實踐所有理想的基礎。第三，勇敢發聲，即使會感到害怕，也要拿出勇氣，向全力說出你看到的真相。第4點，也是我個人認為最重要的一點，納入多元的聲音。在你參與的任何討論、任何場合，都要主動的把那些被邊緣化、沒有機會發聲的人的觀點帶進來。我覺得這句話真的可以說是整個分析的核心。我們接受教育，不應該只是一種讓自己往上爬的個人工具，它更像是一種責任。我們所獲得的知識和能力，是為了幫助那些沒有機會的人，是為了跟他們一起共同建立一個更公平、更健全的社会。最後，演說留下了一個開放式但又非常有分量的問題。這不只是問台下的畢業生，也是在問我們每一個人：你會做些什麼來讓那個關於自由的夢想成為每一個人的現實？這個問題真的值得我們所有人帶走，並且好好的思考。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從一段將近200年前一個被扼殺的大學創立史出發，看到了知識與自由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歷史告訴我們，限制教育、審查思想的企圖從未消失，只是在不同時代會改變它的形式。而身為受過教育的公民，我們的責任不只是為了個人的成功，更是要運用我們的知識和能力，去為那些無法發聲的人開創空間，去捍衛思想的自由，最終將那個被遺忘的自由之夢，在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實現出來。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